中东那么多石油，为什么中国却那么少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扎心的问题？同在亚洲这块地界上，凭啥沙特、伊拉克那些中东老哥随便往地下一戳就能喷出油来，而中国这边想挖点石油，却得像在石缝里抠钱一样，费劲巴拉的。我之前说过，沙特有个加瓦尔油田，就这一个油田的储量，竟然比中国所有油田加起来还多。这老天爷是不是也太偏心了？先别急着感叹，今天我就带你揭秘这背后的地质潜规则。看完你就明白了，这真不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，纯粹是几亿年前在地质投胎的时候运气差了那么一丁点儿。我们先说说中东，说实话，中东那地儿简直就是老天爷亲手喂饭吃。话说几亿年前，中东那块儿还没现在这么干旱，它是一片叫特提斯洋的广阔浅海。那时候气候暖和的像三亚，海洋里的浮游生物、藻类多得数不清。这些小东西死后，一层层铺在海底，与泥沙混合，形成了富含有机质的沉积物。这就是我们说的生油盐的雏形。但是中东的这个叫海象生油模式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在一片广阔而稳定的海洋环境中，大量的海洋浮游生物死亡后，它们的遗骸被快速掩埋，避免了氧化分解，并在漫长的地质时期，在地下深处高温高压的作用下，这些有机质逐渐转化成了液态的石油和气态的天然气。这个过程就像一个巨大的生物炼油厂。更绝的是，中东的地壳特别稳，就像一个巨大的几亿年都没晃动过的大浴缸。石油生成后，被厚厚的蒸发岩死死封在下面，就像给大浴缸扣了个严丝合缝的锅盖。这些稳定的地层形成了巨大的储油构造，让石油能够大量聚集，而不是四处散逸。所以，人家的石油是成片成片、成罐成罐存着的。开采的时候呢，那真是拿根吸管插进去，石油就自己往外冒。成本低到什么程度？一桶油的开采成本可能不到$10。再说说中国呢，说起来都是泪啊。就说地质条件这块儿，如果说中东是大浴缸，那中国这边就是个碎盘子。首先，中国这块错过了海象生油的黄金期，在中东还是大海的时候，中国大部分地方是陆地，或者是那种断断续续的淡水湖泊。虽然湖里也有生物，但规模和海洋完全没法比，所以中国这片的先天基因生油盐的品质就比人家矮了一截。中国的这种就叫陆相生油模式，主要发生在湖泊、河流、沼泽等陆地环境。这些地方的生物主要是陆生植物和淡水藻类。这里要划重点，请注意，陆生植物和淡水藻类也是可以生成石油的。严格来说，生物成因论里的生物包括浮游动物和藻类，也包括部分陆生植物。它们死亡后同样被泥沙掩埋，形成有机质沉积。但陆相环境的特点是，第一是生物量相对较少，与广阔的海洋相比，湖泊的生物量和种类都有限，导致生油的原料不足。第二是沉积环境不稳定，湖泊容易受到气候变化、河流改道等影响，沉积物常常被氧化，不利于有机质的保存。第三是生油盐品质差异，陆相生油盐通常有机物含量较低，且类型以腐殖型为主，生成石油的效率和品质不如海相腐泥型有机质。但最要命的还不是这个，而是中国这块地基太不稳了。来看看地图，中国正好处在欧亚板块、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板块的三角地带。这三大板块就像三个壮汉，成天搁这打架挤压，尤其是印度板块，那叫一个猛，直接撞上来隆起了青藏高原。这一撞不要紧，但是地底下的油藏可遭了殃，本来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石油，被这些地壳运动搅得七零八落。频繁的板块碰撞导致地层被剧烈挤压、断裂、切割，就像把一个完整的蛋糕摔在地上，还狠狠地踩了几脚。本来就不多的石油被分散到无数个破碎、小型、复杂的圈壁中，很难形成巨型油田。同时，强烈的构造运动也破坏了已形成的油藏，让石油溢散到地表，消失了。所以，中国的石油不是存在大浴缸里，而是藏在无数个细小的、破碎的岩石缝隙里。地质学家管这叫圈壁，这块的圈壁还太碎、太深、太复杂了。我们来量化对比一下，你就知道这差距有多大了。根据2025年的最新数据，
中东地区的已探明石油总储量轻松超过8000亿桶，占全球总储量的近一半。而中国呢，截至2025年，已探明石油总储量大约是282亿桶，全球排名约第13位，仅占全球总储量的1.6%左右。这差距是不是有点触目惊心？虽然总量不多，但中国的石油的分布也很有意思，可以说是东稀稀多，陆重海轻。中国这块的石油资源超过70%都分布在东北、华北和西北这3大区域的盆地里。首先是东北地区，这里有大庆油田。大庆油田是陆相生油理论的伟大实践。当年李四光、黄吉清等科学家就是在这里硬生生从陆相地层里抠出了油，打破了西方中国贫油论的断言。大庆的油藏相对较浅，但开采时间长，现在也面临着稳产的挑战。接着是华北地区，这里有胜利油田、华北油田等。这些油田也都是典型的陆相油田，油藏类型复杂，开采难度不小，但为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再往西看，就是所谓聚宝盆的西北地区，这里盆地众多，比如塔里木盆地、鄂尔多斯盆地、准格尔盆地。这些地方的油藏特点是深、邃、难。塔里木盆地被称为死亡之海，这里的油藏埋藏极深，动辄地下8000米甚至1万米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把珠穆朗玛峰倒过来再往下钻一截。这种高温高压，钻头下去就像在滚烫的岩浆里钻孔。而鄂尔多斯盆地，这里主要是页岩油、致密油的主力产区。页岩油是什么呢？打个比方，就像是藏在像书页一样薄的岩石缝里的油。要把这些油弄出来，得用高压水把岩石硬生生劈开，这叫水力压裂技术。这种技术难度，中东老哥看了估计都得直摇头。但正是靠着这些技术，中国目前在鄂尔多斯盆地等陆相页岩油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。比如长庆油田的页岩油产量已经突破1000万吨级。最后，别忘了中国的海洋油气区，渤海湾、南海等海域也是重要的油气产区。虽然海洋油气开采成本高，技术要求严，但随着深海勘探技术的进步，海洋油气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。所以中国不是贫油，资源总量其实不少，但问题是这块地的油太难搞出来。在中东，很多井是自喷井，一天能产上千吨油；而在中国呢，很多油田得靠密密麻麻的抽油机，就是我们常说的磕头机，一下一下在那儿费力的抽。开采成本上，人家10美元一桶，中国这边可能要40美元、50美元，甚至更高。这意味着，如果国际油价跌到30美元，中东还能躺着赚钱，中国可能挖一桶就亏一桶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想，中国这边是不是太亏了？别急，我们换个角度看。虽然中东石油多，但你看看那儿的环境，除了石油，剩下的大部分是荒漠戈壁，水资源极度匮乏，甚至有的地方一瓶水比一桶油还贵，更别提那里因为石油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，战火纷飞，直到今天。反观中国这边呢，虽然地底下油少点，难挖点，但地表上山清水秀有肥沃的平原，有丰富的水资源，有适宜耕种的土地。老祖宗选这块地是奔着长治久安、繁衍生息去的，不是奔着挖矿去的，是吧？你想想，是愿意守着一堆油，成天担心炸弹，还是愿意在春暖花开的田野里安稳生活？而且正是因为这种石油危机感，逼得中国在新能源领域跑成了世界第一。既然地底下的油不好挖，那我们就去薅太阳的羊毛，去抓风的尾巴。现在的光伏、风电、电动汽车，中国基本都是领头羊。另外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资和装机容量方面都遥遥领先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今天，中国虽然还在大量进口石油，但是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采油技术和新能源技术。这种自力更生、不断创新的精神，才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最宝贵的地质财富。你觉得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。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